Hello，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每一位博士生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写这个 research proposal 研究提案。我之前也辅导了不少学生，成功被西方、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录取，特别是欧洲的大学需要你在博士申请的时候就去提交这个研究提案，所以讲这个话题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美国的博士生来说，前2年一般上完课之后，也会需要进入开题的阶段，在那个时候也很需要如何写研究提案这个话题的指导。我个人是经历了博士阶段的训练，以及还在兼职辅导许多博士申请的学生来写优秀的研究提案，来帮助他们得到欧洲大学的录取，所以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心得。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那今天这个分享会包括4个方面，第一个是选题和提出研究问题，第二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心得和非常重要的部分，叫做文献综述。然后在研究提案的过程中，你不仅要提出研究问题，你其实也需要对如何设计研究已经有许多的了解，这样子你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是合理的，而且能够帮助你如期完成你的博士学业。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也会介绍研究方法，如何去设计你的研究。最后就是写作本身的部分，如何提高你写作的清晰度，有哪些学术规范，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去提升学术写作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在现在 AI 时代，有许多便捷的写作工具，那么 AI 没有办法替代的关于写作的部分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观点和分析如何在写作中体现？这都是我希望分享给大家，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理解研究提案到底是什么，如何撰写一个优秀的、切实可行的，而且具有吸引力的研究提案。这将是你博士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使你的博士导师已经给你一些方案，你仍然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有自己主观能动性，在了解研究的整个过程之后，及时调整你的研究方向设计和选题，让你能够如期完成学业，而且做一个你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不至于在读博过程中非常痛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首先，咱们跳出来看，读博士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读博士它最终的培养目标是什么？读博士当然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探讨它的意义和目标。再从研究本身的角度来看，这是我导师给我说的一句话。他认为，一个合格的博士，他最基础、最能够迁移的技能、最宝贵的学到的东西，就是知道如何去沟通和表达。而且这些沟通表达，如果是一个有深度、有洞见的表达，它背后是基于许多的思辨能力的。这些思辨能力有的时候被称为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型思考或者分析型思维。这在我们当下面临信息爆炸，还有 AI 给我们传递许多的答案的时候，就变得尤为重要。你自己去搜集信息、分析信息、辩证思考，尽量多元的分析你手上拿到的信息，这一种分析和思辨能力将让你区别于其他同样面临海量资讯的人。你的分析能力以及因此得到的分析结果，将让你做出一些不同的行为决策。而博士就是培养一个你经过这一系列的分析过程，把你的思维展现出来。而研究本身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你的研究，可以弥补当前人们对某一个领域还无法或者忽视掉的一部分，但这一切都要基于你是一个清晰的表达者。有的时候，你的研究突破做得非常好，但如果缺乏沟通写作的能力，也是非常可惜的。以及学术圈有一套自己的行文规范，甚至每一个期刊都有自己喜闻乐见的话题和方式。如果非常效用主义的角度来说，你应该尽量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熟悉这一个目标期刊的写作风格和选题，这能够很切实际的、具体的指导你自己应该在什么方向，用怎样的方式去沟通。这也是以市场的角度来反推自己应该如何。这一个是可能对于一些博士申请的学生比较有用，大家可以自由的暂停来看一下。
博士申请的截止日期，这也意味着给大家学习研究提案怎么写。对于一部分欧洲的同学来说，可能是一个有明确的截止日期的事情，但在美国的小伙伴可能就有更多灵活的空间来具体看导师建议什么时候开题，一般都是第2年可以开题。更早的开题其实也意味着你能够更早进入研究阶段，去完成你的学业，更早的毕业之后来社会上工作中去学习。所以学习写研究和开题计划这件事情永远都不嫌早，因为如果有明确的时间线的话，是一个克服拖延的好方法。这也是一个建议的研究提案的构成部分以及他们的时间顺序安排。具体的时间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去调整，但是这一个对于字数的规范和要求，一般来说是一个标准，以及内容和框架也是一个给大家提供的更清晰的蓝图。一般是从文献综述开始，从文献中找出还没有研究透的地方，进而提出研究问题，在研究问题的基础上去思考如何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你应该进行怎样的实验或者访谈或者怎样的数据。当这3部分，也就是研究计划的主体部分完成之后，再总结性的去思考如何起一个有概括性的名字，如何去综述自己的研究，简要的概括它到底做了什么，以及在你有更好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之后，你能够更具体的写出来你研究的问题到底解答了什么，你研究设计中是否有哪些方法的创新，你预期的研究结果，也就是对这些研究问题的解答可能会解决怎样的理论或者实际上的问题，进而形成你的研究意义。最后，当研究计划写完了之后，你需要一个整体完善的时间。我们在下面的幻灯片中会具体的来讲解如何做这个整体完善。我们先很大方向的告诉大家一些你在无论是文献综述阶段，还是研究设计阶段，还是做概述、写摘要，这一切部分你都需要遵守的学术规范，就是引用的这个问题。这是学术界最在乎的一条学术规范。提到一个观点，只要不是自己的，一般来说都不是自己的，就一定要引用。引用不代表你没有自己的观点，引用反而有的时候是对你所说的这句话有了更权威的佐证，所以一定要正确看待引用这件事情。引用其实是一个能让你的作品看起来更有学术范儿，更加有其他旁人已经发表的论文的支撑，所以是提升你的有效和可信度的一个实践。如果你这么看待的话，往往就能够有正确的态度去对待这一条学术规范，也能够更加自如的去添加必要的引用。我们在文献综述阶段还会仔细讲，因为一般来说你的引用可能一句话有多个引用，那么你应该挑哪一个，这就意味着你应该了解如何看待别人的著作，他们的可信度一般是由他的期刊的排名还有作者的名声这种来决定，所以有的时候你甚至缺少了引用也是一个问题。有一些学术大佬的经典著作你没有引用或者错漏了，甚至都是一个很常见的反馈。另外的一些学术规范呢，是能够帮助你推动自己的一个动力，去更清晰的思考。我们很多时候学术规范看起来非常掉书袋，要用许多的大词儿、新颖的词儿，但其实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自己是否了解你指的具体是什么？读者读的时候，因为是一些非常流行的词语，但大家也不一定在指同一个事情，所以一些概念是需要定义的。现在大家伙儿都非常流行讲 AI， 但是 AI 底下也有许多不同的分支和分类。你到底讲的是生成式 AI， 甚至是生成式底下的某一个具体的工具，比如说就是文本生成的工具，还是图像生成的工具，这一些都是 AI 的具体定义。如果你能够清晰地阐明你所讨论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能够确保后面的讨论基于这个词语的讨论不会产生其他的歧义，也能够让读者明白你讲的究竟是什么。和与之相关的一个写作技巧就是用词的连贯性。
有一些词语，你认为它们是在指同一个东西，但是细究起来，它们可能也有一些不同。所以，如果你定义了一个词，就不要使用其他相近的词语。如果一定要使用的话，也需要讲明白你在使用其他词语的时候，是否还是同一个定义，或者其他的词语看似相似，你用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一些都是涉及到学术讨论的严谨程度，其实也是很好的日常生活的习惯。在讨论中，大家提到的一些名词和标签是否在指代同样的事情，是否我们是在同一页上讲话。另外的一些规范呢，是针对写作技巧本身的，这可能是中文语言习惯的特点。有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是习惯于绕着弯子去说话，西方的语言训练习惯可能会更加的直白一些。这个后续我们可以在专门讲写作的时候继续举例来展开讲，后续也会有更加多的范例来告诉大家，类似于三段论这种经典的西方论证模式是如何让观点开张明义，这种 introduction 为规范和经典结构的西方语系如何推动我们将最重要的论点放在最前面，而不是层层递进，然后在最后去展现观点。这两种不同的写作和思考思路，如果要在西方做学术研究，可能需要调整自己。其实，这种更加直白和开张明义的思维和写作方式，是能够帮助读者更清楚、更有效率的明白你的观点的。大家在西方社会发展，可能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语言习惯，更加直白的去写作和交流。第二点，也是一个现在解释复杂的学术概念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点，如何更清楚、更简短地说明自己的研究和概念。现在有了人工智能在语言方面的工具上的帮助，我们对于写作可能会更加轻松。但当你知道这背后的逻辑的时候，你能够更好地运用这些语言提升的工具。有的时候自己去写这个草稿也是有比运用语言生成工具要好的地方，因为写作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帮助自己去梳理自己思路的过程。如果你直接去用 AI 生成了你的语言，你就跳过了这一步。你去给它的 prompt 里面是在这里所说的一个你的主要观点，但如果自己去慢慢梳理，一步一步的多个草稿的去梳理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思路会更清晰，甚至在思考过程中会有一些新的观点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在给 AI 去提升和润色我们语言之前，我们自己的原始观点尽量的去思考和打磨，去写下来，梳理自己的思路，是一个很好的以写作本身作为一个过程，去促使自己更清晰的思考自己要表达的内容，这个内容观点的各种佐证，而这些佐证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些都是在自己静静思考和梳理才能得出的。在有了更好质量的草稿之后，再用 AI 进行语言的润色，可能会让这个观点更加深入和深刻。所以在 AI 时代，写作更多的是一个过程，让自己清晰的去梳理。因为和 AI 的交流不仅仅是技巧而已，它最本质的还是你去给它的指示，你的草稿本身的质量里面是否蕴含了一些深刻的观点。而这些深刻的观点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你纷繁复杂的思绪中梳理出来的，而且一边梳理一边有可能有新的灵感产生。这一个观点在我们接下来的幻灯片中也会有一些具体的阐释。现在我们探讨了学术规范和写作的一些技巧和建议，规划思路上也有一个常见的经典模式，也就是一个漏斗形状，由大到小，从一个广切口到慢慢的深入，这样一个写作的方式和思维的方式，也是比较容易产生优秀的研究作品的常见的模式。你可以从生活的很大的概念出发，比如说 AI， 比如说全球化，是一些大的理论和大的概念。这种广开口的模式可以让人更加有生活感，更加能够抓住大多数的观众和人们阅读者的兴趣。所以广开口的优势和原因就在于这儿。你其实每一个研究，你开的越广，其实就越难以回答，因为你必须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如果一旦你涉及的过于广，就难以深入，也就难以做出创新，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去探讨方方面面。在有限的精力下，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深入到一个小的切口去仔细的讨论某一个大概念的细小的方面的话，更能够帮助你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所以第二步就是在你找到一个大的概念去吸引最多的观众之后，去找一个中间的过渡地带去探讨一些 middle range theory。 这下面就有一个案例的例子，比如说移民孩子、移民的子女是一个大的概念，他们可能会吸引许多的家长或者在国外长大的人他们的兴趣，因为他们可能对移民教育有所兴趣。这一个中间地带、过渡地带的一些理论呢，关于这一个概念的一些常见的话题和问题，比如说它的阅读能力，又比如说如果是 AI 的话，那 AI 的伦理或者 AI 某一个方面的发展都有哪些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前沿的东西，哪些方法或者哪些应用。这就是一个 middle range， 就是比刚才大概念的切口稍微小了一点，是根据这个概念而生发出来的一些常见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它特定的可以深挖的理论，你可能只能选1到2个方面去提出这个 middle range 的周边的问题，最后切得更加的深。比如这里是选了一个问题，就是移民子女他们的阅读能力。那么他的阅读能力具体是指哪一个语言的阅读能力呢？那影响他阅读能力的因素是什么？影响是什么？这一些更加细致的问题，也是根据这个过渡阶段的某一个问题更加深挖它的机制，深挖它的影响，深挖它的某一个方面，这样子就让你的切口切得非常的深而小，切得越小，你的可实操性越强，你的创新性和犀利程度，你的研究的结果的潜力可能也就越强。根据这一个第3步所切入的一个细小的问题，你可以去做文献综述，然后去找到现在对于这个小切口的问题有哪些已经被研究了，而有哪些还没有被研究，或者这些已经被研究的地方即使研究了还有哪些缺陷。这就基于文献综述，你可以提出自己更加细小的问题，也就是基于现在未完成的问题做出解答。那么你的研究问题出来了之后，就是提出研究假设和做研究设计的阶段。这是一个总体的写作规划的思路。这里的一个例子是培养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是一个很大的概念，那么如何提升核心素养，就是一个过渡，就是围绕这个概念生发出来的一个 middle ground 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之下，一个更细小的切口，就是有一派的观点认为，这个 project-based learning 作为一种教育方法，能够提升核心素养。那么现在你的切口就到了 PBL 如何提升核心素养的这一个更细小的问题上。那你针对这个问题去做你的文献综述，去看以往的研究是通过什么方法证明的，而这个有效到底是指对什么有效，这样一些更细节的问题去用文献综述去概述出来。在概述的时候，你用你自己的视角，用你学到的其他方面的个人经验和学术经验去创新的思考。前人做了这么多，但是根据你的认知和经验，你觉得有哪些问题？比如说 PBL 它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在国内本土化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挫折，这一个观点很少有人研究，以及如果已经有一些人研究了，有哪一个群体是被忽视的，这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提出研究的缺陷的方法。那么有这个研究缺陷，你就知道了你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了，那就是针对这个被忽视的群体，他们应该要如何实践 PBL， 他们的核心素养是否能够通过 PBL 的方式来实现，哪些是有效，哪些是没效，它最佳的实践方式是什么，这样的一个研究问题。你经过这个研究问题，你就更加明确要怎样设计你的研究方法，你有了你的群体，有了你的研究方法的参照，大家是如何去测量核心素养的，大家是如何实践 PBL 的，这样一些研究设计也自然而然的更加具体的呈现出来。然后你的研究提案基本上就写出来了，之后你可以去按照你的设计去搜集数据来一一回答研究问题。这就是一个整体的写作规划的思路，也融合了之前的一些学术规范、写作的技巧，由浅入深、由广入深的这么一个规划的思路。希望我有讲明白。然后再具体到每一个 section 每一个部分写作的部分，这个就和刚刚的写作的技巧有联系了，如何变得更直白，如何让自己的写作更符合西方的写作规范，这也是一个类似于3段论的经典写作技巧。这里我非常快的带过，大家可以去暂停阅读一下这2个例子，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开头非常直抒胸臆的讲这一段是在讲什么，他做了什么，他的缺陷有什么。第2个也是一样，这文献综述这一个部分他到底干了什么，他主要是做了一个比较，还是关注在了一个什么问题上。由于这个问题你读了一些东西之后发现它有哪些缺陷，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文献综述的部分。
大家可以直接去照搬这个模板去写自己的文献综述。这里之所以用 roadmap， 也是像一个导游一样去引导大家。首先你就知道今天要参观的是哪一个地方，然后进去参观，你总结参观的内容，然后引到你自己的研究上，因为你最后的落脚点是说这些研究还没有回答的问题是什么。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引导大家去到你想要的地方的一个地图的。我们之后再来讲更多的关于如何去把自己的观点摆明出来，因为文献综述并不只是在概述文献而已，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每一个人的文献综述都不应该是一样的，即使你们看了同样的文章，但你们的文献综述应该是带有个人特色的。这样子也就意味着你们的兴趣点和研究问题可能是不同的，你们创新的视角也是不同的。之后再来讲更多的关于如何选题，如何去提出研究问题，整个研究的过程到底应该如何展开，去深入的讲问题提出的形式，这种非线性的研究提案写作和做研究的时候来回的调整，一些更加具体的例子帮助你提出更细致的研究问题，还有一些例子看一个优秀的文献综述它可能长成什么样，查找文献具体有哪些方法，阅读文献又有哪些技巧，还有一些教授们可能比较喜欢看的文献综述它的话术是什么样子，有哪些已经被前人总结出来的比较有帮助的写作的模板。我们也会具体的去讲如何去读文献，文献中其实就是由哪些部分组成，这样子你可以更加明白和有效率的去读你的文献，如何去写这个研究的问题。当然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幻灯片来告诉你如何规划你的研究设计，从研究问题出发，如何用不同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去设计你的研究。这样一些东西也会在以后的分享中跟大家一一道来。希望这一个分享能把 research 和研究这个东西从云端来带到地上，落实到每一个步骤，给出一些技巧和建议，让大家得到一些灵感和启发。希望给出非常有帮助，你可以直接拿去用的一些模板，也希望因为我的分享，让研究这个看似很虚的话题和束之高阁的东西变得更加切实可操作，这样子帮大家更好的去完成博士学业。希望每一个人能够锻炼到自己的分析思辨能力，知道如何去设计一个研究。因为在 AI 时代，那一些比较基础的知识搜集和分析可能已经日渐被取代了，但是这一个设计任务的原动力和更加高维思考、批判思考和整合信息，而且创新的这些能力，仍然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机器它不一定能够完全取代在研究规划和研究创新这方面的任务，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关于研究提案和研究本身的各个过程的综述的分享中，能够学到一些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和人生的这种不管是职业素养还是生活素养，这种信息分析的能力这方面的培养，也会有一些启发之后还有好多的内容需要分享，所以如果你喜欢分享的内容，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你订阅这个频道。每隔一周我争取去更新视频，来给大家早日的把这一个关于研究的各个过程的仔细梳理的这系列做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你一定要用点赞的形式告诉我，这样子我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完成这一个系列的分享。如果你有一些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说不定会有其他的小伙伴有相似的疑问，或者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推荐给你。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